各位朋友，大家好。他的一个房间的话装了一套空调啊，内机的话装在这边的，外机的话装在这里的。他现在开的是制热模式，开启了电辅热。老铁们说一下，他这个房间的话可不可以制热？其实我告诉大家是可以的。由于它制热的时候的话，内机它制热送热风，外机的话它制冷送冷风。那么冷风的话，热风抵消掉了，等于就是说没有制冷也没有制热。但是它内机的话多了一个发热管，发热管的话的热量的话再往房间里面释放热量，所以说呢房间是可以制热的。但这样的话制热效果比较差，特别费电。好多人都说格力空调和奥克斯空调是竞争对手，是对头，是冤家。奥克斯空调和格力空调他们是合不来的，永远是冤家。那么今天的话我就给大家装了一台空调，内机的话是奥克斯的，外机的话是格力的。它的话一样可以配在一起，可以工作的。几年以前的奥克斯空调的话和格力空调的话，他们之间打官司，奥克斯的话赔了格力的话几千万。去年的话呢，奥克斯的话这次告格力，格力的话侵权了奥克斯的版本，侵权了他的技术，赔了他10几个亿。这一次的话把他以前的钱全部赔回来了赚大了。所以说呢，奥克斯还是蛮厉害的。我今天的话搞一个比较特殊，就是奥克斯空调和格力空调的话配一套，一样可以工作的，一样可以制热的。我现在的话开的是制热模式，开的制热模式32度。有的老铁说了，你开制热，内机的话送热风，外机的话送冷风，你的房间热得了吗？其实我告诉大家，它也可以热，只是说热得很慢。为什么呢？因为它多了一个电辅热，它的电辅热的热量的话可以供给房间的内机的热量和外机的冷量它们抵消掉了，但是还有一个电辅热，你别忘了电辅热的话它有1000瓦，所以说可以给房间供热的，只是说特别费电。我近距离看一下奥克斯空调，身后这台空调的话就是奥克斯的内机，这台机的话我们近距离看一下是奥克斯的，开的制热模式32度。我们再扭转镜头看一下格力的外机格力的外机老铁们看一下格力的外机运行起来呼呼呼的。奥克斯的内机配格力的外机同一个房间。那么很多老铁子说了，那么你格力空调和奥克斯空调的话合在一起可以吗？其实我告诉老铁们，其实也是可以的。奥克斯空调和格力空调的话合在一起也是没毛病的，因为它内机的话和外机的腾管接口的话是一样的，都是6厘的和10厘的。制冷剂的话也是一样的，都是2410的。接线方法的话也是一样的，电压的话也是一样的，都是用的2不2的电，有什么不可以？看一下这个房间的制热效果怎么样？看一下温度表，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温度计。探头的话，在室外，从房间的温度达到23度，室外温度的话14度，还是有11度的11.5度的温差温度的话还在缓慢上升。喜欢的老铁关注加点赞，评论区留言讨论。看看这样装的话有什么优点和缺点。